大家好，我係徐立賢，歡迎嚟到跨市博弈。你係咪都覺得投資就係要揾嗰啲每年增長20%、30%嘅明日之星，或者你嘅篩選器入面永遠只會揀嗰啲資本回報率，即係所謂 ROIC 極高嘅優質公司？你覺得只要跟住呢啲複利機器，時間就會幫你財富翻倍？呢個睇法喺過去10年幾乎係無懈可擊嘅金科玉律。但係老實講，投資世界入面最危險嘅3個字，從來唔係今次唔同，而係永遠如此。當所有人都喺度拜祭高增長呢個神像嘅時候，真相可能正喺相反嘅方向嘲笑緊你。其實當下市場上最容易俾你忽視嘅資產，唔係嗰啲閃爍住高增長光環喺聚光燈下跳舞嘅夢幻公司，而係嗰啲被貼上低增長標籤、孤獨咁喺交易所角落頭喘息嘅現金奶牛。呢啲公司因為唔識畫大餅，營收增長停滯咗，往往成為價值投資者眼中嘅垃圾堆。我哋一齊睇下而家嘅市場共識。一家公司如果吐出大量自由現金流，但營收唔增長，市場就會俾佢一個近乎嚴惡嘅低估值。投資者會皺住眉頭話呢間嘢 ROIC 唔高，所以唔得。但我今日要話俾你聽，呢個係一個關於視覺錯位嘅問題，亦係 Excel 表格入面嗰啲數據奴隸最常犯嘅錯誤。市場對低增長有一種病態嘅恐懼，即係話大家一見到增長停滯就覺得間公司死得。但呢一種恐懼正正為我哋創造咗一個巨大嘅套利空間。我哋可以用極低嘅價錢買入大量嘅自由現金流，即係 FCF。呢度嘅核心誤解就係對 ROIC 嘅教條式崇拜。你聽清楚，對於一間已經成熟、唔再需要投入大量資本去擴張嘅公司嚟講，財報上面嗰個基於歷史成本計出嚟嘅 ROIC 唔單止毫無意義，甚至係一種誤導。等我用一個生活化嘅比喻嚟拆解呢個騙局。想象下有個倒霉嘅地產開發商喺2015年花咗500萬美元建咗一棟樓，而家每年產生20萬美元嘅租金現金流，計一計收益率係4%。喺今日呢個資本成本咁高嘅環境，呢絕對係一筆糟糕嘅投資，代表呢個開發商喺度毀滅價值。按教科書定義，呢個項目嘅 ROIC 只有4%，任何理智嘅投資者睇到呢個數字都會嗤之以鼻，覺得係垃圾。但係呢個4%嘅數字同你有咩關係？當市場崩潰，開發商因為槓桿斷裂要填債，呢棟樓被逼要以150萬美元嘅賤價甩賣。呢個時候你出場啦，你用150萬美元接手，依然享受緊嗰20萬美元嘅現金流。喺呢一刻，你嘅實際回報率瞬間變咗13.3%。呢棟樓依然係嗰棟樓牆入面嘅鋼筋水泥，即係嗰個歷史投入資本1毫子都冇變過。會計準則會繼續話俾你聽。呢間公司嘅 ROI 依然係平庸嘅4%，因為佢個分母係基於原始投入去計嘅。但作為新股東，嗰個4%嘅 ROI 對你嚟講係廢話，佢只屬於嗰個破產嘅前任。你口袋入邊叮當作響嘅係實實在在13.3%嘅現金收益率。所以喺低增長業務入面盯住 ROIC 嚟睇，就好似望住後視鏡開車咁危險。對於唔需要再投資擴張嘅成熟企業，歷史資本只係沉沒成本。唯一重要嘅係呢項資產未來可以套出幾多現金，同埋你需要支付幾多代價去買呢啲現金。呢度有個極具諷刺意味嘅現象，好多投資者寧願去追逐一個承諾每年增長20%嘅動聽故事，就算呢種增長往往喺幾年內就會夭折，佢哋都唔願意接受一個實實在在當下就能夠到手嘅20%自由現金流收益率。喺數學同經濟邏輯上，一個穩定嘅20%自由現金流收益率絕對優於一個需要不斷燒錢嚟維持嘅20%增長率。前者係落袋為安嘅真金白銀，後者往往係建立喺樂觀預測上面嘅海市蜃樓。當然，我唔係叫你去執垃圾，關鍵喺邊度？係持久性。如果嗰間醫院、嗰個數據中心或者嗰棟公寓大樓嘅現金流係可以持續嘅，咁佢就係一部印鈔機。就算佢嘅增長率只有通脹水平，你睇下摩根大通呢啲巨頭，股價喺3年內翻咗3倍，唔係因為佢發現咗咩新大陸，而係因為市場對佢資產定價嘅劇烈波動。呢種波動喺股市入面每日都發生緊，為嗰啲識得忽略噪音、專注喺當下收益率嘅投資者提供咗一個絕佳嘅狩獵場。所以下次當你聽到有分析師因為某間公司 ROIC 數據難睇而建議你賣出嘅時候，你要多問一句：呢間公司仲需要再投資嗎？如果答案係唔需要，咁你就訂咗嗰份基於歷史數據嘅報告啦。喺呢個增長稀缺、通脹高企嘅年代，能夠以白菜價買到穩定嘅現金流，先至係嗰啲頂級基金經理唔願意公開承認嘅獲利策略。你要記住，你嘅回報取決於你支付嘅價格，
而唔係上一任房東花咗幾多錢嚟起樓。你想繼續喺呢個設計好嘅增長遊戲入面做一個不斷追逐幻影，最後被收割嘅燃料，定係要做一個冷靜嘅玩家，去理解並利用嗰啲隱藏喺會計準則之下嘅真正槓桿？記得訂閱我哋嘅跨市博弈，仲要撳埋個鐘仔，咁就唔會錯過我哋嘅最新內容。如果你有興趣，請加入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及 Patreon 會員資料喺下面 info box。我係跨市博弈徐立言，下次節目再見。